接下來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痛打巴拿馬，尤其現在這個巴拿馬可以說是禍不單行哦，內部它現在要面臨到是聖嬰現象導致的乾旱，所以再次的限航；外部现在長江和記正式的對巴拿馬這邊提出了索賠，達到了15億美元的金額。另外，光是上半年642艘船出逃，巴拿馬航運再現危機嗎？歡迎觀眾朋友留言，如果您認為確實是這樣，留言寫1；如果你認為不會，還有美國罩着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互動。巴拿馬來看是不是踢到鐵板了呢？因為原本巴拿馬政府打算要撤掉這個長江和記在巴拿馬2個港口的經營權，想要降低大陸的影響力，沒想到巴拿馬現在面臨的壓力可大了，包括來自於中國的反制、長江和記的求償、運河的乾旱跟航運的震撼4重壓力哦。好，來看到最新消息，巴拿馬運河管理局最新宣布，今年呢主要就是受到聖嬰現象的影響，所以可以看到降雨量明顯的減少，降雨量影響的話，就會影響到整體的流域的入水量了。現在說呢，大減了4成，所以怎麼辦呢？他們決定從9月份開始，每日的通行量降到34艘，15號再降到32艘哦，要開始做限航了。另一頭，禍不單行的事情是中國大陸對於巴拿馬的報復行動開始要做強化了，開始強化對於巴拿馬船舶的檢查，所以光是今年上半年這邊的一個數據顯示，已經有600多艘船脫離巴拿馬籍了，不願意再拿巴拿馬籍的國旗掛在他們的船只上。另外還有400多艘巴拿馬籍的船舶遭到中國檢查，並且就把它扣押了。對於巴拿馬來說，更大的壓力是來自於長江和記對他提起了國際的仲裁，也就是因為這2個港口，他要求說要彌補的償還的金額達到了15億美元。要知道，其實上次呢，巴拿馬下面的港口公司才提起了仲裁，當時要求的金額達到了20億美元的一個賠償。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立將軍怎麼看巴拿馬這個時候呢撤了長江和記的股權哦，那中國大陸現在全力的反擊，已經造成光是上半年600多艘船出逃，400多艘遭到查扣，而且現在又碰到聖嬰現象，運價暴漲，因為中東航運哦現在受到很大的影響，所以運價暴漲。巴拿馬是不是面臨航運收入兩頭燒？我覺得巴拿馬這活該了。他們當初這個被美國川普的壓力之下美國川普一直要拿下巴拿馬運河嘛。他們自己本身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也沒有經過各項利害的這種推演就直接由法院裁定，直接由政府就扣押了巴拿馬和兩端的這種港口的營運權包括巴爾博亞港跟克里斯托瓦爾港這2個港口營運權那將長河這個中國的這種香港的長河集團將它趕出去。那當然你講就你要評估到。其實第一個就是中國報復的力道是絕對不弱的。我們知道巴拿馬這個國家都是靠很多國家的貨輪掛他們國家的國旗，借此來增加它的稅收那如果說這些國家不掛巴拿馬的這種船籍來講的話，那對國家在這方面來講，營運當然稅收會減少很多。那這是中國第一招就是你所有只要是掛着巴拿馬運河巴拿馬國家國籍的船只，到了我中國來之後，我就會詳加檢查當然，中國檢查也不是沒有道理，它有它的法源的根據，它依據法律來這個實施檢查扣押。你知道，當一條船被扣押的話，一天光美軍就會損失將近1.8萬而且中國扣押，我要檢查來講的話，包括可能你船只的安全，你人員的安全他叫你開到另外一個地方去，這一拖給你拖1個禮拜，你看你營運就少多少。對，所以很多船籍，很多這個船東來講，他就不將他的船寄籍在巴拿馬那對巴拿馬影響當然很大。你看看整個來講，這個總共有今天來講已經有642艘的船舶已經脫離巴拿馬籍了那第二個，我們看到其實巴拿馬運河我們都不要以為說是這個運河是把大西洋跟這個太平洋兩端挖通，讓海水可以貫通的，不是，它是這個借着裡面的湖水這個湖水來講的話，它船只跟坐升降機一樣，一站一站過去，再一站一站放下來所以中間是必須要靠湖水是淡水的，不是整條運河是靠把大西洋跟太平洋挖通，不是這樣。那剛好今年又碰到強烈的聖嬰現象，
那湖水的水減少，湖水減少，這個船隻就沒辦法灌到它的水閘裡面，沒有辦法灌到船閘裡面，船就沒辦法做升降所以它必須要減少它的運量，這是對它來講是第二個損失。那第三個來講的話，當然中國有很多的這種相對的政策，譬如說是中國的這個中遠洋來講的話，他就要求他的船運公司不要到巴拿馬去那當然就減少巴拿馬對於港口營運的營收當然最後長和自己本身來講也提出相關的刑事訴訟跟巴拿馬政府求償15億美元。但你要知道，光巴拿馬這條運河每年光營運的營收大概也就是30億美元。那如果說敗訴的話，等於有一半的錢要拿去賠半年營運的錢都要去賠長和集團。對他來講是得不償失的。所以巴拿馬當初在做這個決定之前，真的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好，所以我們看到將軍也特別提到了嘛，因為這個長和現在求償30億美元，等於他營收的一半，一部分是如果告成的話，確實巴拿馬就是要付出這個經濟上面的代價，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他們現在非常擔心的事情是，當初他們硬要拿這個長和下面的這2個港口貨櫃碼頭，結果現在呢，這2個碼頭找不到接手的人。這2個碼頭包括了第一個是巴爾博亞港，第二個是克里斯托瓦爾港，現在要開始招商，但是國際業者怎麼敢去下標呢？因為他們都知道這背後有中美之間的角力，誰都不想要扯入這個當中的這個政治問題那漢庭又怎麼看這2個問題？巴拿馬活該這當初呢強行接管真的是土匪行徑。在今年1月29號，巴拿馬最高法院直接就裁定，你這個港口違憲，而且不得上訴。而且整個過程沒有提前的通知，也沒有協商，沒有緩衝的交接，所有員工是被迫指定的當場離開崗位，然後沒收他的全部資產，什麼起重機、車輛、電腦系統，全部都被控制。長和在2021年的時候是合法合規續約25年本來是可以到2046年的，結果巴拿馬突然說他違憲，然後呢，整個還有20多年的合約直接作廢，也不賠錢。那現在呢，巴拿馬就交給了2家公司，但這2家公司期限最長18個月，而這2家公司都說，我們只做臨時的，長期也不考慮。為什麼？因為誰接盤誰就要面對非常長時間的法律追償，還有大陸的外交壓力，再加上全球航運網絡的重新評估嘛，沒有人敢接。第一個就法律風險，長和的仲裁還沒結束這35億的美元索賠正在進行當中。如果巴拿馬敗訴，那新的營運商的合法經營權也有問題。對，所以誰願意拿真金白銀幾十億去投資一個權屬有爭議的港口，对吧？大家又不是白痴。那在第二個就是政治風險因為這2個港口本身它就是巴拿馬太平洋側和大西洋側的2側出入口，是很重要的地緣戰略的資產。所以巴拿馬強行接管之後，那大陸當然是表達了嚴正的立場。那也因此，誰在這個事情上你去接盤，那也是冒着得罪大陸的風險，而且你就等於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你選美國，那大陸就不高興；你選大陸，那美國也不高興。不如幹嘛呢？不要接幹嘛做這個生意呢？而且第三就是當下的商業風險整個全球航運的網絡已經開始逐漸繞開了巴拿馬。目前大家經商商船呢掛旗都不是掛自己本國的旗，都是掛什麼？就是掛叫方便旗。比如說，因為巴拿馬它的註冊費比較低，所以呢我就掛巴拿馬的旗大家做生意比較方便。那巴拿馬也因此長期就是靠這個註冊費來收入你就拿着我的旗然後世界上做生意。但現在呢，因為中國大陸開始針對誰拿巴拿馬的旗，我就查誰，所以大家就不掛巴拿馬的旗反正我掛別的國家的旗，手續費更便宜那我為什麼一定要掛巴拿馬的旗？那當然就等於巴拿馬它的收入大減，同時呢，又因為天災就因為這個降雨量的關係，它的收入也大減，所以巴拿馬現在當然是受到了打擊。好，我們剛剛聊的就是中國大陸的制裁報復之下，對於巴拿馬的船籍還有它的港口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影響。但是我們如果把眼光再往更大的一個方向去看，其實不僅僅是對這2項造成影響而已，現在影響的包括巴拿馬整體的航運，還有它的物流產業，甚至是它的國際港口地位都受到嚴重的衝擊。因為巴拿馬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船舶註冊中心之一，但是我們剛剛講了嘛，漢庭也
也提到了，現在有很多的船商他們決定跳團級，損失的不只是註冊費而已，是整套的航運、保險、金融相關的港口服務的產業鏈。再來，我們剛剛也說了，對於巴拿馬作為國際的重要港口地位也有影響，是因為中國遠洋集團停止部分的貨物輸往當地的巴爾博亞港，進一步衝擊巴拿馬港口跟它的轉運地位。幹哥怎麼看？接下來對於整體巴拿馬的國際地位有什麼樣的影響？好，中國遠洋海運集團啊，他們現在哈，我說我不送過去了啦，啊，我們也不必跟你一定要跟巴拿馬做生意，对不对？坦白講一句，中國遠洋海運集團他們最主要每年的這些航運，他那個航次，它都是從遠東把貨物送到美東去的，也就是遠東跟美洲之間最重要的航運路線是這個中國海運集團。那如果現在他說好了，那巴拿馬你現在對不對？對我們長和實業這樣子的話，那我們最大的航運公司也不送東西過去了，損失的是誰？你慢慢你就會知道。而且美國駐聯合國的海事代表Stevens 他就說，我跟你講啊，中國現在對巴拿馬的懲罰啊，快速有效，很快我們就可以看到巴拿馬的國內反對的聲浪。你看，他駐聯合國的代表都已經這樣子講了，對，但是他只敢在聯合國講，他回到美國他不敢講，為什麼？他回到美國看到川普他就閉嘴，為什麼？他不敢在總統面前講，因為巴拿馬今天會做出這些荒謬的決定，都是川普給施壓的。巴拿馬最高法院為什麼敢下這樣子的判決說，長和實業你們兩邊的港口通通把權力交還回來，還給我們巴拿馬政府？他怎麼敢這樣判？就是川普啊！如果不是川普，他們怎麼敢這樣說呢？然後你知道現在我跟你講，中國現在最厲害的是什麼？光是5月就扣了400多艘船，巴拿馬的船。所謂巴拿馬的權宜輪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他現在掛着巴拿馬的旗，對不对？華蓋在很小的時候第一次聽到懸掛賴比瑞亞國旗的貨輪。那時候是50年前的往事，我說奇怪了，為什麼會有人去掛賴比瑞亞的旗呢？賴比瑞亞是非洲一個小國，對，他半世紀前他就已經知道要做這個生意了，你知道？然後呢，第二個跟進的就是巴拿馬，巴拿馬在差不多40年前就說我開放，任何國家要來注冊的話，我都不檢查的。其實當然有一些很簡單的檢查，可是你要到日本、美國去掛旗，第一個貴，第二個從頭檢查到腳。現在中國就開始做這個從頭檢查到腳了。我跟你講，你這個巴拿馬的船是不是？我告訴你，這個軌桿不對，停泊的位置不對，然後還最重要的是，巴拿馬旗幟的貨輪，到現在前半年已經占掉在中國出事的1半以上，也就是說出事10件，5件是掛巴拿馬旗的船，比如說有船員。不見了，是上了岸以後就再也不回來了，不然就是什麼？不然就是突然人就在岸上，不知道哪個地方就死掉了，然後遺體還送回來說，這遺體怎麼辦？這樣子，他說奇怪，為什麼就你們這個國家的船一直出這種事情呢？所以說我要制裁你們，我要檢查你們。剛才酈將軍講了，停1天60萬台幣，對，停1個禮拜600萬，誰受得了啊？對，我就這樣，你要整我是吧？我回頭整你的話，我是絕對不手軟。所以 Stevens 說，我跟你講，中國這種方式很快就會收到效果，因為巴拿馬1年從權宜輪掛旗這種方式可以賺30億美金，1年就可以賺30億美金。還有很多國家你沒有聽過的，蒙古共和國也在賺這個錢，還有什麼中非共和國也在賺這個錢。所以現在巴拿馬沒這個收入以後，我告訴你，那他要回去種古柯鹼嗎？不行嘛，對不對？所以巴拿馬以前是毒品大宗出口國。現在是靠這個巴拿馬運河，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從這個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巴拿馬他如果說再這樣一意孤行下去的話，對長和實業沒有交代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受傷的絕對是巴拿馬自己本身，然後川普就在那邊旁邊隔岸觀火，因為根本不關他的事。所以我跟你講，到時候巴拿馬本身他一定要改弦易轍，不然的話，中國的制裁力道會更大，他們的損失會更多。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